好，这是基础篇的第2部影片哦。这部影片呢是教大家如何去用这个 LLM 的聊天机器人去帮你补足这个自然语言描述的这个提示词，让它更丰富。那我们以这个建筑模型为例哦，这一个是一个也是很有名的建筑师叫扎哈赫蒂。然后这个 LoRA 的模型呢，主要就是说它的建筑模型都是有这种曲度的这样。然后这个建筑景观呢，这个会放在那个社团的留言区，有需要的再自己去下载。那这个呢，要怎么使用？我们已经有上次有讲过 LoRA 模型怎么使用了嘛？你只要左键点一下，然后它就会呼叫上来，就有这个建筑模型跟触发词。然后呢，我们一样前面给它一些提示词，还有一些自然语言描述。然后这个标签呢，其实如果各位不知道要填什么的话，这里呢都有这些单字可以让你去使用。要不然呢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图像资讯这里，你可以把作者的这个预览图呢，从 LoRA 这的资料夹里面丢进来，让它去读取它的相关参数，例如提示词，还有参数设定，这样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给初心者去参考的。你如果要使用，你就直接点纹身图就好了，它会直接发送到纹身图。只是呢，你要记得随机种子要用-1，不然产出来的图呢，它会是那一张图的这个种子代号，你会一模一样。那个只是这个图像资讯呢，就是这张照片的所有资讯，只要是 SD 甚至是 ComfyUI 生产的，你都可以读取到它的相关资讯。那现在就是说呢，假设你不一定所有的资讯都要按照它跟它一样，像我这里都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提示词。这些提示词标签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图放到这里，让它去反推。这个呢，反推出来的就是自然语言的描述。注意这个回文针按钮，推出来就是自然语言的描述。然后这个资料夹按钮，推出来就一个一个的单字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，然后再贴在这个聊天机器人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聊天机器人呢，我在安装篇有讲过了。那我先跟各位再说一次哦。这里呢，就是你要使用的，让它描述的自然语言的长度。作者有说不要用 very long， 千万不要用 very long， 不要让它说很长。很长呢，其实会很怪。他说用 long 或 short 就好了。然后这里呢，就你希望它不要出来的单字，我不要 NSFW、girl、boy、nude 这一些东西。然后这个呢，我在上一篇有讲过了，然后我就不再多说了，你可以使用预设就好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就使用作者建议的这个他自己制作的 LLM 大语言模型，我们使用这一个，然后再去执行发出来的效果，就是这样有曲线的建筑，搭配这个 LoRA， 这样，那我可以跑一次给各位看。然后参数呢，我刚刚说了，你不一定要按照刚刚那一张预览图，你可以自己随意去填写尺寸，这样。好，我们来跑一次看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很美哦。那这一串下面这一串呢，就是他帮我描述的这个景观的提示词，我们可以丢进去翻译去看看。这里
这个就是它帮我们描述了景观的提示词，这样出来的照片就非常的漂亮了。然后呢，你如果这里呢这2个地方在单字标签跟自然语言描述，你真的不知道要填什么的话呢，你就丢给 ChatGPT， 跟他说给我一段简短的景观 tag， 给他几个单字，让他帮你填满，或者是给我一段简短的景观描述，给他一个简短的范例，让他帮你填满，然后你再复制过来。如果呢，你连 Google 账号都没有， ChatGPT 也不会用。那 Windows 呢很贴心，它的这里已经内建，今天更新过后已经内建这个 Copilot， 一样你给它这样一段简短的提示词描述，或者是 tag， 叫它给你，你再贴过来，这样就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基础篇第2篇的提示词应用。